真的炸。好，我是郝魏，大家可以叫我一天。现在的职业是健身教练，对，所以你是学什么的呀？我是学体育的，然后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做这个健身教练。就之前我有看过你也拍过戏啊之类的，是不是？有一部分经历吧，就也想往演员那方面走。没有，我就可能会多尝试一些自己没尝试过的。然后是浙江人，对，我是浙江人，浙江衢州的。对，衢州。这期我们的主题也是一期泡汤的主题。你之前泡过汤吗？比较少。那健身教练的话，就是大家能看到啊，就身材非常好。没有，哇，很粗啊。你最满意的是哪个部位？我感觉我自己的胸会练得好一点。正好就是我们也有福利的时间，是不是？有这一趴吗？有的。我没有跟你讲吗？来上我们这个环节都是要展示的，你有后悔吗？有点社恐。好吧，那我们事不宜迟，就出发吧。OK。洗完澡就可以去吃午饭啦。这家汤全喝的吃的种类都不算特别多，好在最近是榴莲季，可以稍微回点血。第一次来这里啊？我真第一次过来。你像平常的时候下班都比较晚，然后只能去洗脚店了，然后洗脚店里面吃饭没东西吃了。所以这梭子蟹好吃吗？尝尝看。你吃螃蟹也是把脚掰断了再吃的？我喜欢先吃蟹腿，然后后面再一口接吃。还算肥吧，这个梭子蟹。但是我看那个新闻里面说，梭子蟹现在很便宜啊，就搞不懂这边为什么还给你限量一只。你就说便宜这个一个10块钱要吧？那它榴莲不限量？榴莲贵还是梭子蟹贵？我感觉榴莲贵吧。对呀，果然没有大闸蟹看上去那么让人有食欲。等10月份的时候来苏州吃大闸蟹啊。然后苏州让我觉得就是吃的东西，我每天都不知道吃什么东西。那你吃什么东西呢？在苏州的时候，汉堡王，每天都有一顿是汉堡王。你那个时候身材已经是好的了。那时候在增肌嘛。那时候还瘦呢。你现在也很瘦啊。让我穿上衣服确实是没有块头的，体重小。但是因为夏天了，我本身胃口不太好，所以吃不壮。你现在多少斤啊？68。但你视觉上感觉是只有60公斤往下走的。也比较粗吧。你有胖过吗？从来没胖过，就小时候也没胖过。没有。有些时候你要运动的话，你肯定是想壮一点，但是你吃不壮，就特别累，吃东西特别累。总体这99块钱自助，我感觉还蛮划算的。它的菜品还不多是吧？对。因为我前面好像有看过这家，但我看评分很低，然后我就不好劝退了。发现其实还行吧。那你周末也没什么时间啊？还要跟学员沟通是不是？对，基本上24小时待机，除了睡觉。那别说这自助餐生意还挺好的呢。晚上可能人会更多吧。哇，这虾线够黑的。但他们说海里的虾好像虾线不用去，但是我刚才吃一嘴泥巴，让我觉得有点难受。所以这些菜对你来说都是不辣的，对不对？对啊，感觉他们家好像所有的菜都是一个味道的，就偏中和吧。你吃辣的，我说实话，吃这个也能接受。不吃辣的也能接受。再去拿个榴莲。哇，你这个也太超级大。对，你怎么那么大？挑了大的拿的，刚剥出来，真很大哎，这一囊了吧？这2房出来的，1房出2块，先吃。还是香的。这一囊在外面要卖70-80、70-80、50-60，这么贵？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榴莲，都是我妈买的。哎，自己赚钱是真舍不得买榴莲吃。为什么？感觉好贵啊！我可能在吃上面会多，花的开销会很大。你有存钱吗？没有，就1分钱都没有存下来过。上半年有存，下半年没存。就是如果纯健身的话，我就开销就没有那么大。现在最近练的少，体重也降下来了之后，就开始出去玩跳水啊。那你这种跳水就是挑的那种野湖，是不是？差不多。那不很危险？几米上面跳下去？就3到5米吧。哇，那你水性非常好。我穿救生衣，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你还敢跳？对。呛到怎么办呢？咳2下。有边上有小伙伴，其实也能盯着，但还好，不建议啊，个人爱好，不模仿。你是不是你健身房里面最帅的健身教练？这怎么回答？
还算可以。但我们健身房的颜值都特别高。真的吗？对，有比你还帅的，有。快打电话叫他出来。是不是很多人都冲着你的脸去的？专业吧，冲的，也是另外附带的。会对学员心动吗？行业大忌啊，就是以后找对象也不会从学员里面。对，不可以。暂时报的。我昨天喝了2升的可乐。你们昨天干什么去了？小酒馆，然后我开车了，然后就没喝。我不会喝酒，我可以喝1瓶 Real 不是酒，Real 是酒，是饮料吗？但是我是会醉。基本上半瓶 Real 是我的微醺状态，那你太不行了。然后1瓶基本上就已经开始想睡觉了。那怎么可以把你骗回家呢？骗不了吧？你头发是真头发吗？肯定啊，头发怎么那么多呢？这个确实是，头发就是多，遗传的。就特别容易炸吧。但是你长相不像南方人。好像我之前读书的时候就有说过，不像汉族吧？对呀，有点维吾尔族的感觉。可能就五官深了一点。对，很立体。你有演过电影啊？那是第一个电影，是不是？对。里面的戏份大概有多久吗？说多久也没有吧，就是拍了很久，被剪了很多。讲马拉松的，还是跑步的？讲体考的。那你就不是本色出演吗？差不多，就是因为我本色出演，所以才被选角选到的。刚好我训练是那个导演的母校，然后他过来选角，刚好有体育队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然后刚好被选上了。哇，那岂不是好几年前的电影？对，筹备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再回过头再看之前拍的，会觉得有点尬。什么时候上映啊？应该在暑期末吧。所以你出场是在前面还是后面？都有穿插的。后面会多一点，中后段。之后就没有拍过了，就没有了。有问过我的意见，但是我好像就是体验为主吧，因为我没办法说当这个演员当做自己的工作吧。你学校就是体院？对。南通也有体院的吗？南通有个体育学校。那你是练什么的？我是练短跑的。那你腿很细啊。细了很多。就是之前是粗的，就现在细下来了。对，我体重从始至终可能都维持在130、140的样子，但是上半身我之前是非常瘦的，现在下半身瘦下去之后就把上半身练起来了。那你就做了4年的健身教练？2、3年吧。还没有做厌烦吗？工作嘛，当一个爱好变成工作的时候，说实话都会疲劳。然后我看你开的车也不算便宜的。好吧。然后是不是赚很多？都是辛苦钱，吃吃喝喝玩玩是富裕的，但存钱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有打听过杭州的健身教练，应该赚的也蛮多的，1个月5个，没有，没到5位数，5位数是肯定到的。对呀，5个是有点难哦。5个0，你以为是？5个0，那我今天就不让你走了。你是什么星座的？我双子座，很疯的，很爱玩的，不顾家的。可能我还挺顾家的，就是可能家庭关系比较好。所以你是那种传统的类型的？偏传统的。那以后会想要开自己的健身房吗？现有大环境不会。你觉得你这个健身教练会干一辈子吗？健身教练干不了一辈子，我感觉30岁就差不多了。所以平时还在兼职做一下模特之类的。有机会的话我会去的。你懂时尚吗？我说实话不懂。就穿衣服，听你说你还是要室友教你。我室友教。就如果去你家里，那个衣柜里面的衣服是很可怕的。衣柜的衣服不会很可怕，但是我搭的会不好。那你当初买来是干什么的？单品好看啊。就是你觉得那个是好看？我会询问他的意见，能不能买，说可以买，好买。买问室友。我自己不会买。哇，你们的关系好甜蜜哦。因为是发小，所以说认识比较久了。但是变室友不会闹矛盾吗？我们俩都见不上面，怎么闹矛盾？那总归也有碰头的日子吧？那也不至于啊，那我都认识这么多年了，该闹的矛盾早就闹完了吧？干嘛遮得这么严实啊？腿毛羞涩症，好难一身毛啊！我有点腿毛耻辱的感觉。那你干嘛不去脱呢？有在规划。你是怕疼所以没敢去？倒也不是，就是执行力稍微差，想到一出，我想一下就忘了。现在是我们的福利时间，就我有翻阅了一下你朋友圈，你说你现在体脂是9%，对不对？然后你说你胸也练得很好，好了，不要纠结，不要犹豫了。
所以你说你胸练得最好，是因为你觉得你的胸就是厚度都很好，形状也很好。对，胸型会好一点，因为所以几块腹肌啊？就没有的，没有腹肌，有一了，点了，有一点了，但都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你这样是练了就是3年多一点。差不多。好了，大家满意吗？这位男嘉宾的身材，满意的扣个1好不好？嘉宾说他肚子大，你们觉得这是凡尔赛是吗？真的大。失策了没有好好刷一下脂。你这身材是 OK 的了，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到时候又刷凡尔赛了，说明明很好。所以今天准备要把榴莲吃为本，是不是？我感觉我还没有。我有看你就是拍的那个电影的那个照片，你是整容的吧？为什么这么讲？你怎么变这样了？现在你现在变很好看哎！如果你长这样，我可能不会邀请你来哎。所以你那个时候有健身吗？那时候没有，但是是体育生那个时候是。对，那应该也是瘦的呀。是瘦，不太清楚，就是感觉面相是有改变。这男大18变哎，那个时候是20岁不到点。差不多20岁左右。所以你自己去看的时候，觉得自己演的好吗？哇，毕竟那么多年了，我自己看那个角度确实也不好看。但是那就是我。不过你确实是侧面比正面好看一点。我正面确实不出相，也很 OK 啦，就是没有侧面那么更立体一点。是为啥？五官挤起来。你额头有点高，稍微。你有烦恼吗？有，发际线有烦恼。你可能有30岁过后就是发际线就对啊，我就很怕跟家族一样了，就是一直往后延。你爸爸是不是已经那个了？我舅舅会，我舅舅已经到这儿了，我哥哥也是。我跟你讲，外甥4娘舅哎。操！我在想的是这样子的。那你现在赶紧去植发吧。因为我哥哥他额头顶直到这儿了，很夸张。我自己就比较担心这个，所以说就不能头发往后梳，少戴帽子。如果你真的哪天秃了，你会去植发吗？还是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帅法。那你觉得你几岁秃你是可以接受的？30岁加吧，30岁以下秃就可以了。那你不就没几年了？那你会为了别人改变你吗？比如说你对象说，哎呀，你去植个发吧。会，我只是做不了决定，但不是我抵抗这种东西。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泡完了，所以感觉怎么样？感觉体验感还不错。所以你给他打5颗星的话，打几颗星？4.6、4.7吧。如果人特别多的话，可能就感觉会不是很好。对，就地方很小，这里面。泡汤的种类也很少，只有2个池子，我看了一下。对，那我们就到这边喽。好的，好，拜拜，拜拜。好，你先猜我几岁？我感觉有什么？你这顿饭你自己对掏吗？你情商很低。哎，我发现你肩还蛮宽的哎，就正面感觉不到哎，后面感觉好，肩好宽哦，而且你的腰也太细了吧！我的妈呀，怎么会这么细的？哇，标准的倒三角哎，你这个身材是。我们新朋友，嘿，大家好，我叫卡卡，今年几岁？今年22岁，那就是刚毕业。没错没错，体育生。体育生，练什么的？我是练田径的。田径的，田径为什么展示手臂啊？我是投铅球的。你到底练什么的？我是练短跑的。那你应该把腿伸出来啊。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好，那你身材练得最好的是哪一块？我觉得应该是腿和臀吧。意思就是你是很翘的那种。对，我是36D 翘臀。可以顶水吗？没试过。我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你应该生活当中是一个大艺人吧？没错，非常的艺人，然后自来熟那种。对，是的。然后你跟我讲，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对，我其实在吹嘘自己了。然后你跟我讲，你身材非常好。还可以了啊，我也是努力训练的这个成果了。然后你是第一次来水上乐园？对，我第一次来水上乐园。那你恐高吗？我不恐高，我很喜欢挑战刺激的东西，就私下玩一些对刺激的东西。不是私下，我喜欢正大光明的玩一些刺激的东西。而且我发现你眼睫毛也很长哎。是，怎么那么长啊？你，哇！那我们事不宜迟，就出发。Let's go。Let's go。
下属。Let's go！ 太慢了，要快的。Let's go！ 没了应该。Let's go！Let's go！ 你有几块腹肌？我有6块了，我其实有8块。也是。爽！我操！爽！这感觉真爽啊！这东西都上面来了。大喇叭恐怖吗？大喇叭确实恐怖，感觉这是这里面最恐怖的项目。你有叫吗？没有叫，没有叫，我有听到哎。开心就是会很想叫。好慢啊！我可能还需要用手滑一滑。出来玩也得练手臂啊。你有185吗183净身高啊，穿鞋的话185肯定有。Let's go！ 我操！Let's go！ Yes sir！ Let's go！ Let's go！ 就这 ！Let's go！Let's go！ 如果给你颜值打100分的话，你打几分？我给自己打60分，肌肉呢？肌肉给他打90分，我觉得我身材可以了。可以可以。练得不错啊，肱二头肌。可以松开防守，然后改变姿势，去防下。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好，对。我们第一把架子，看我的不能玩。别咱下来了，我们卡架。对，一秒了，来。因为它很跳，好，因为还是能这个注意。我感觉很好，真的比较好。感觉一般，感觉一般，但是你屁股都露出来了。我操，他那个冲的太夸张了。帅哥，我觉得你是这个乐园里面身材最好的，谢谢夸奖。所以你会得到一个奖励，什么奖励？就是我的吻。除了一些刺激的游玩项目以外，也有适合亲子玩乐的项目。这里要吐槽一下这个乐园的造浪池，号称海啸巨浪，结果根本没有海啸，只有浪花。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没全部进来，没错。所以小卡是东北哪里人？是吉林延边人，你是少数民族吗？我是汉族，所以最近单身对吗？单身几个月了，喜欢大的还是喜欢小的？喜欢大的，比你大几岁啊？大个看感觉吧，我也没有确定的那种数字。10岁可以吗？太大了。然后你跟我说你大腿练得很好哎，对，我大腿练得很好啊。就是跑步的话是跑不过你的对吗？跑不过我的，我是跑得飞快的，你就是练短跑，练短跑的，长跑不行，长跑也很棒。不过真的发现你是今天你就是这个乐园是身材最好的哎，我肯定是身材最好的，这么自信，我非常自信。
平时也是这样子的吗？平时该自信的时候还是得自信。所以你现在对自己身材也很满意，是吗？我对自己身材很满意啊。所以在杭州准备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找这种办公室，类似于销售类目的这种工作，因为很会说话，是不是？感觉可以锻炼到我吧。但现在销售感觉好难哦。是真的难呀。为什么会选择在杭州找工作？因为我之前就在杭州工作过，所以对杭州多多少少有点了解。你有去参加过什么比赛吗？参加过。有获得什么奖吗？没有获得奖，只获得的成绩。体育生本来出来能做什么呢？要么就是运动员，要么就是教练、体育老师。对，各种教练。教练我干的我祛魅了。你也做过教练？我做过好几年教练，然后接触之后发现水蛮深的。你有留过寸头吗？留过，我觉得没有很好看，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发际线比较高，而且发际线没那么好看，然后我就不想留寸头。发际线是你的死穴吗？是这样的，别人不可以拿发际线来开你玩笑的。其实可以，我也能接受开玩笑。你平时脾气好吗？是个比较温顺的，算东北男孩里面温顺的。对。你什么星座的？我是双鱼座。双鱼座和我搭不搭？我是金牛座，哎，我跟天蝎座和巨蟹座很搭。如果找对象，身材一定要好吗？喜欢的话，什么都不用考虑，可以就是说不用考虑身材。胖呢？胖的话就也得是稍微带他减肥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的，拜拜。你好，你好，请问尾号是多少？7708。好，那我们出发吧。哎，等一下，师傅，你平时有在健身吧？偶尔去，就工作不忙的时候会去一下。哇，手臂也练得太好了吧？除了手臂练得很好，胸有练得很好吗？我觉得我哪边都是那种一般的吧，不是很大。哇，练得也很好哎。谢谢，你的情商很高，谢谢。那这单免费吧，不如。好的，好，那我们就出发吧。好，谢谢师傅啊。好，我看你是南大的同学。是的，所以你就是大学就来南京了。对，今年是正好10年，我是15年高考上的大学，然后今年过完生日就会29岁。毕业第1年是不在南京的，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那怎么又回来了呢？因为干不下去嘛，太卷了，在大厂太卷。之前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在新疆。哇，好远哦。是的，因为自己没得选，那个都是公司分的。做什么呢？在华为做运营商的客户经理，就是销售。所以你大学读的不是英语方面的？是英语。那怎么会去做销售的呀？因为你读文科，你不能进技术相关的岗位，对吧？当不了程序员。然后我记得我辞职的时候，就是很突然的一天，上班的那个途中等红绿灯，我就突然觉得我好不想做，这个我就跟我的主管提了，也比较幸运。然后那个11提完之后，我11就来南京找朋友玩喝酒，然后刚好说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他说他之前有一个这个老板想找一个人开一个这个语培的工作室，问我要不要去聊一下，然后我就去聊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就试了一下。现在是有自己的公司了？也不算公司吧，就是一个小的工作室。有招前台吗？前台，那我可以做吧，我就是我可以来。可以。因为我之前有邀请过你啊，被你回绝了。是的，为什么？当时可能是比较考虑另一半的感受，所以现在不考虑他了。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也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因为现在就是相处久了，他可能也更相信我了。我比较尊重他的想法，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会跟他去商量。那说明他不信任你啊。是不是占有欲很强那种？还好吧，我不知道。那你在感情里面也是很霸道的吗？就没有吧，都要听你。我说了，我是一个就是有商有量的人，我也没有很霸道。我觉得我是一个挺理智的人吧，就是有时候那他的提议更好，我就会听他的。你什么星座的？我是天蝎座的。然后你的爱好就是每天晚上弹琴。大学的时候学过，后面因为太贪玩了就没有坚持下来，所以现在就是想再捡起来。但我弹的怎么样，唱的怎么样，我心里有13数。我发这个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弹得很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的才华，其实更多的是想作为一个记录自己的方式，就是变相的也逼自己要坚持下来。你跟我讲你身材不好，是不好吧？我觉得跟你那个拍过的很多帅哥比起来，我就是一个寂寂无名之辈。但是你也经常 po 你自己的身材啊。对啊。那我觉得既然 po 出来了，你肯定是满意的。我说实话，真的不是很满意，因为现在那个网上身材好的太多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只有100几斤这样子，
我现在是不到140斤，就是健身可能长了30来斤，这个可能是就是一个天花板了。我也不想通过一些其他手段去增重。那你有幻想过自己就是什么大胸6块腹肌？之前会，现在已经还好了。哎，你本人很健谈哎。是的，我在网络上聊天比较的无能，就是我没见到真人前，没跟你聊天前，我觉得你是蠢的，憨憨的、蠢的那种感觉。我都挺能聊的，但前提是我们见面，我这样喜欢这样聊。那网上发消息，我宁愿去打打游戏、看看剧这样子。你应该很受欢迎吧？我不太交际，我不太社交，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感觉。那你要说那个发视频网上的评论，那大家可能就是私信肯定很多吧，每天。对，有的会有，就只要是礼貌的，我都会回复一下的。你觉得我跟视频里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网上感觉你就是那种憨憨蠢蠢的，我本人是健谈的。那你会被什么标签吸引呢？我觉得我更看重智商能力或者是学历能力。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写那种 well educated 这样。我觉得就跟外在比起来，我觉得一个人可能他善良一点，然后呢，他的就最起码有话题聊，这样比较好。那你是属于智性恋哎？也不是，我没有什么性恋。我有一个人前任，他就是高中都没毕业啊，所以分手了呀。分手是因为他绿我，不是因为其他，不是因为我嫌弃他还是怎么样。一个长得好看一点，但是学历很低；一个呢长得不好看一点，但是学历很高，你选哪一个？当然选好看的。但是有可能学历高的人对你事业上面是有帮助的呢。那我要斟酌一下。我觉得在我价值观排序里面，我觉得事业是要大于情感的。我这么要求自己，我也会体谅别人这么要求，或者鼓励别人这么去做。你能接受对方是恋爱脑吗？可以啊，那对自己很好，为什么不可以呢？就是现在预设很多的条件也好，假设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当你真的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就像游戏建模一样，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捏出来，对吧？那不太现实，那总是要有磨合的。你这个拍摄的东西叫什么？Pocky 3呢？听过但不知道。那不得不说你蛮土的。我是挺土的。你可以换一个朴素这种形容词。你上课是那种凶的吗？我不凶吧，当然有时候会忍不住会生气，但是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很平和的一个状态。你上班也是穿成这样吗？上班的话就是抓起什么来穿什么。那也有可能穿这个。是的，还有就是可能就是我刚健完身，然后下午有课我就直接过去了。那下面学生都哇，这老师不会吧？因为我是很正经的老师啊，而且不听话的时候可以恐吓一下，敲一下黑板，他们会更听话。哇，那你最理想的身材是怎么样的？就是脸不胖的情况下，再重个15斤左右，那个时候应该肌肉就比较饱满。这边落日的时候还是蛮壮观的。那个乱石滩那边，你可以拍一下那边，它会有那个很多的人拍婚纱。就本来想带你去那个刚刚吃饭旁边的星巴克喝一杯再过来的，没关系，忘记了。跟你聊天太紧张了。现在还紧张吗？本来不紧张，摄像头对着我就有点紧张。哎，你为什么手机是个紫色的？14 PM， 觉得紫色好看呢。很少人会买紫色的。那个14应该没几个颜色，就是挑了一个最特别的。对，我挑了一个好看我觉得好看一点的，淡绿色的，我也挺喜欢的。你内裤的颜色是不是也很怪？很基础，就基本上黑色白色多一点。我们那边会说什么逢9年，就是你岁数里面虚岁也好，10岁也好带9。或者说你的本命年，妈妈会给我穿红色的背心、内裤、袜子这种，没办法，那回去的时候就穿就穿嘛。穿红内裤就是南京也会穿，还是说只会当着爸爸妈妈面？就是会满足一下爸爸妈妈的要求，他们会说这个流年不利，得注意一些。你应该信吧？你说玄学吗？对，我发现我越到后面越有点相信了，因为我看你身上也带了好多东西。我还是有点信的，因为我前段时间我的感情也好，我的身体也好，其实都不太顺利，就是包括现在刚刚不是还咳嗽嘛，就是前段时间没好全。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懂那叫什么命盘是吧？他帮我看，然后他就说我的命里是缺一点金的，缺金缺木。但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心理因素，对，就是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总好过消极的心理暗示。对呀，南京好玩吗？挺好玩，就是景点蛮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多，所以最好是要请导游来跟你讲，或者你自己提前做个功课。你怎么不去做导游啊？你说
商务伴游是吗？有种那也可以。会有人私信这样吗？多少钱？我没有问过呀，我现在还没有沦落到要接这种单的一个境地。如果真的生活窘迫了，你会考虑吗？不好说，因为现在没有到那个田地，所以不能做那种情况下的预设。觉不觉得自己是帅的？有时候照镜子会觉得长得还不错，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怎么长这个样子，也有时候会有一点外貌焦虑。你是不满意自己哪里？我觉得有点长，太长了。太长了。对，头也比较大。你有留过刘海吗？有啊，就大学时候。对。怎么不留了呢？留刘海，你的头发要变长。像留长头发的时候，你天天得洗，麻烦。我是一切从简的一个人。觉得你房间应该蛮乱的吧？我会打扫一下，就是能过得去。我有洁癖的朋友来我家，他不行。对，他是一个很标准的处女座，他不行，他觉得这里乱那里乱。他指的乱是什么呢？就东西乱堆，东西乱，然后他觉得打扫的也不干净。然后就一般朋友还好，我觉得还行。所以今天我们话题聊得够深吗？满意吗？挺好的，挺满意的，对吗？今天是我们的新节目，叫《帅哥2选1》，然后猜猜谁是1。有意吗？有意吗？他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告诉我说：“那你别录了，你们一个1都没有。”我觉得他是哎。你什么星座的？水瓶。你呢？双子。最近瘦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肯定有一个缘由让你改变，就是我要瘦一下。就太胖的时候穿衣服不好看，然后再加上上周胃胀气，然后那周其实没怎么吃东西，然后稍微瘦了一些。但却感觉你过于瘦。可是我的脸很大，看他社交账号，就是拍出来感觉脸会比本人要大一点。我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是可能你距离太远了，然后相机透视的原因会导致你的脸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在镜子里面看着，或者说别人看你那么没有吧？我在镜子里面看蛮大的啊，好吧。所以昨天7夕节你是一个人过的，你呢？是一个人过的，对，就在家里。你对象呢？他在北京啊。那你怎么没有去找他啊？因为还要上班。他今天还要上班。可是今天7夕节都过了。那他应该昨天飞过来陪你。国庆要见就不用了。所以你和你对象在一起待多久了？3年多。3年。那你呢？单身几年了？23年8月。我2年了已经。所以你们谁大年纪？年纪吗？99。啊不对，我现在对外都说我30。你呢？00。那你比他大1岁。你是哪里人？义乌的。啊，你们都浙江的，是温州的义乌。我感觉萍萍她也有很多人认识她。没有。没有。我有问夏慕容，他说我有看到那个萍萍去健身房了。我说啊，他健身啊？那他去干什么？他健身有健出个什么东西来吗？所以让你脱衣服，你现在肌肉是好的。没事。我很偷懒的。只是瘦了而已。对，一直想瘦到130嘛。哎，我们第一顿饭是跟那个EC7吃的，是不是？对。他也不认识。不会认识吗？冰箱头牌是这样的。啊，就是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对。不是，就是没有那么的 social， 就是经常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不会。所以你上了我那一期节目以后，有遇到过什么艳遇吗？艳遇就是多了1万粉。就是1万粉里面没有你的艳遇。怎么样算艳遇呢？就是有见面啊。那没有哎。那有加到什么你的菜的微信之类的？也没有。当然没有啦。那你很挑。不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私信的人都是私信什么内容。我想象不到啊，公开一下。叫你老公。对啊。哇，还挺辣的。这个辣，我觉得还好哎。我还以为说他自己很辣。我好辣哦。不否认啊，不否认。那你现在这个对象是第几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3个。那你呢？谈了几个？4个。天啊！那不严格意义上是几个呢？4个。啊，好吧。那他们3年算蛮长的了。是的。这样还有感情？有啊，我们每天都是。你视频是打一下，还是说要打好久？没事干就一直开着，都厌倦吗？
太好吧。他以前被人说长得像那个宋丹丹的儿子。还好了，我觉得像巴图没什么。他们最近说我像钟文泽，这个真的蛮让我破防。钟文泽应该不会抿嘴，也不会舔嘴巴。我感觉唯一像的点可能就是睫毛比较长，戴眼镜吧？可能哦，也有可能男的吧，大家都是。是谁在说像钟文泽啊？不知道啊，直播的时候说。所以你们俩谁的头比较小啊？他的头比较小。那身材肯定他好了。那个身材肯定他好。你有幻想过变成他这样的身材？就如果你的身材变成他那样的，你就会觉得很可怕。还好吧，我没有想过。那你的理想身材是什么样？我现在已经瘦到理想身材了。已经瘦到理想身材了。对啊，这只是体重上的标准，就是你的身形有没有什么标准？他现在也就满意了。你呢？150。那你也看不出150。那我应该是什么体重？就大概140这样。还是蛮显身材的。这次的印象是什么印象？就一如既往的可爱啊。你呢？就挺好的，我没有什么形容词的。你喜欢别人说你可爱吗？不喜欢，犹豫了。那你最渴望听到说你什么？皮皮瘦了，皮皮瘦了，那不就是我说的吗？对啊，完蛋了。没事的，一直踩他的雷。其实还有其他想说的，但是其实也都跟之前一样，就是比如说说话软软的之类的这些词，但是其实都是归结为可爱了。但挺好的，也不是什么好词吧？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已经在我这儿已经很好了。因为我其实不是那种很会夸人、很会给情绪价值的。你会有凶的时候吗？会有啊。大部分的发泄途径都是跟别人去吐槽这件事情，但是不会当面的去骂他。你会骂人吗？就用脏话骂人吗？比较基础的骂。我操！我操也不算骂人吧？骚逼呀！什么？骚逼也不算吧？骚逼是夸奖。凶得起来吗？我凶得起来。你和你对象吵架的时候可以凶起来。我们不太吵架。那你凶的点在哪里？之前上课啊什么的。上课。你还做过老师，就兼职的时候，骂人的时候蛮凶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喽。今天算认识的吗？今天算认识。你们会不会没有微信啊？所以你不想看？没有啊。我扫你吧，我扫你。如果不提这件事情，你们两个都不会开口要。没有，我是打算节目结束的时候，然后你先提了，对。